高增长、高隐患和高密度这3个问题决定了高层住宅未来的历史走向。高增长其实就是对应着人口问题的缓解。假设有一天人口问题得到了长足的解决，或者说人口出生率不断的下降，进城务工的人员逐年减少，最可怕的情况就是劳动人口的减少，那么高层住宅一定是没有未来的。无论是今天建成的要去库存的这一部分，还是未来计划中要建设的高层住宅，终究是没有更大市场的。高隐患这个就对应了物业的低效，在中国来说几乎没有办法解决，因为物业除了管理小区的各种隐患以外，它还承担着某种权力赋予它的能量。高密度对应了贫困的问题，超过20年甚至30年还住在高层住宅里面的人，一定是没有能力去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的，那么贫困问题就会留在高层住宅里面，这个是没有疑问的。就像法国这种发达国家都是没有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它一定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上海世贸滨江公园62层190米，香港天喜大厦93层270米，纽约中央公园塔131层472米，是纽约的顶级豪宅之一，大概要10亿元人民币。你没听错，10亿元人民币。以上这些高层住宅属于人类之光，也是各大城市的地标建筑。那它跟普通城市的高层住宅又有什么分别呢？其实区别还是挺大的，大概就相当于贵族和单身贵族的区别，一个是真正的贵族，另一个是自封的贵族，听起来都是贵族，实际上它的价值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人家山外青山，你是楼外楼，那能一样吗？因为我们的楼都是一栋接一栋，一片连一片，打开窗户放眼望去，还是一片一片的高楼大厦。所以说，你说这2个住宅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吗？除了高之外，它们全是差别。这个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落差？为什么我们的普通住宅楼就这么不受人待见？其实这是一个历史进程的关系。我们的高层住宅楼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大家心里头可能没有概念。但是如果我讲欧洲、日本以及美国的高层住宅楼后来变成了什么样，大家可能心里就有一个大概的框架。美国是从1战之前1913年开始了它的大基建的这个过程，货币在通胀，所有的城市都在大拆大建。到了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很多的人失业，很多的家庭就此陨落，分崩离析。直到33、34年还有楼在建设，非常疯狂的就是在最后这几年，虽然有很多人失业，但是上马的项目还是在建设，直到34年，这种建设的脚步才慢慢的放缓下来。有一个著名的小说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是差不多发生在那个年代的。我们可以看到盖茨比的那个宴会非常的奢华，每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浮夸。但是后来它的城市化率不断变高之后，它就比较倾向于像我们看到的加州洛杉矶城市外围有很多的大型社区，其实都是独栋的别墅，很平坦，你就看上去像个村似的，但是那个村很干净。那么美国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居住方式呢？我们回到欧洲去看一下欧洲的情况。欧洲在2战的时候被打得遍体鳞伤，所有的城市、所有的高楼大厦都被夷平了。大家可以去看一部电影叫《钢琴家》，主人公站在那个一个街道的当间，然后两边的所有的高楼大厦全部都是像废墟一样。整个欧洲可以说只有巴黎、罗马这2个城市不设防。巴黎这个大家很好理解，你法国人嘛，爱美女、爱文物胜过爱祖国，他们不设防，就是你们来吧，反正巴黎的这些东西你别给我毁了就行，我们国家你随便占。那么在2战之后，美国的经济腾飞了，流行的说法是美国在2战当中通过军火发家，经济腾飞等等这些。那不管他怎么发的家，他在2战之后连续4年援助欧洲的各大城市、各个国家去建设自己的城市，这个叫马歇尔计划，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查一下。马歇尔计划的资助下，欧洲大城市的恢复是非常快的。当时领头的2个地方就是一个是英国，另一个是法国。法国在巴黎的周边建了一个新城，就像我们现在的所有大城市的那个高新区一样。巴黎还有伦敦的带领之下，所有的欧洲大城市都采用了高层住宅的这种发展模式。那么后来这些高层住宅都怎么样了呢？大概有3个去处。第一呢，就是变成了核心当中的核心，比如说一个城市的 CBD 或者 downtown 的部分变成了那个城市的地标。第2种呢，就是变成了远郊的一些贫民窟。第3个，大部分楼的宿命就是被拆掉。这个拆还不是一般的拆
拆，周边没有什么危险的，那就采用爆破式的拆，周边还有人住的或者还有一些街区的解剖式的拆法，费时费力费钱。我们话说回来，为什么欧洲人最后费了这么大的力气盖了那么多的高层住宅，大家最后都不住了呢？反而选择了独栋的别墅去住？这个原因大概有3点，我还是3点，因为这期咱们讲3高嘛，所有的原因都是3点。第一个原因就是丑，这样的建筑完全没有任何的审美，因为它在建设初期就是为了起量，起量的时候你就不用管它美还是丑，那个时候都不需要建筑设计师的，只需要一个框架设计师就行。这个框架合理的能建起来，它不倒，它能够顺利的交付去使用，那就一个复制一个，一个复制一个，所有的楼都长得一模一样。一样到什么程度？就是我现在找一张法国当时的广告，整个版面如果把法文字遮起来，你会感觉它像中国某个城市前几年的楼盘开盘的那广告图，几乎可以说一模一样。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危是什么意思呢？曾经在伦敦煤气爆炸了，炸到了那个承重的柱子，那整个这一面墙所有的房间从上到下全塌了。那么报纸不断的在报道，人们对于高层住宅的这种危险性也有了更新的认识。这种危险你没有办法克服，很多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小，就慢慢的从这样的高层住宅去搬出去。第三个他们不居住的原因就是村儿。这个村儿怎么讲呢？巴黎的城中心去上班，居住的时候还是回那个新城去居住，这一来一回，所有的基础设施全部都在巴黎的老城里面。新城里面除了24小时便利店，其他什么东西都找不见，感觉自己住在摩天大楼里面。一下楼，方圆一看还是大农村啊！我回家我只能回家，我上班我只能上班，这样的人居环境你何必呢？一个隔绝的铁笼子一样。好，前面铺垫了这么多，我们大概也对高层住宅的这个历史发展和严格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接下来是几个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的问题，我在这里集中我们来讨论一下。高层住宅比较高效，如果都住独栋，岂不是降低效率？比如通勤时间。我们国家的这个高层住宅是随着中国加入 WTO 之后大兴土木的，盖楼的速度和我们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城市蔓延的速度是同时增加的。增加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另外一个解决效率的问题，就是修地铁。过去我们都讲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现在就要讲地铁一响黄金万两。地铁周边沿线的那些楼盘，普遍比离地铁比较远的那些楼盘价格差不多能高出20%到30%这个价位。修地铁本来是一个解决效率的问题，修高楼大厦也是解决效率的问题。它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效率问题吗？我觉得并没有，它反而是解决了房屋价格增长的问题。你能坐地铁的人可以住得起的地方啊，其实是比你从郊区开车来时间还要长的。另外，整个城市的地铁基本上都是举债修建的。我们最近也听到了水电、煤、地铁、高铁，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这个涨价其实就是我们在还高速增长的这个债。你说高层住宅将会退出历史舞台，具体会怎么退出？有没有哪种比较优质的高层住宅能留下来？它退出不是说大家商量好了要去退出，实际上是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对于人居环境的那种追求，对于高层住宅这种隐患无法忍受，做出的一种理性的避险的选择。怎么退出，我现在还不好说，只能说大家无法忍受的时候就退出了。当然，这个跟整个城市的建设以及居民收入也是正相关的，所以说高品质一点的住宅留下来，这个一定是会有的。假设一个文物造好的时候它就很值钱，那这个文物放上100年，它依然会很值钱，会更值钱。那假设一个文物它刚造出来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平民老百姓用的东西，时间再长，你放1000年，它也只是有考古价值，它没有交易的价值。住宅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老流行刚需这个词儿，你解决刚需的这种住宅，90平做30，刨去公摊面积，每一个房子都跟蝈蝈笼子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怎么样呢？我觉得它的价值会立马归零的。一句话，好东西在什么时候它都好，本身就不好的东西本来就是凑合的东西，它退出历史舞台就是一瞬间。贫民窟有没有可能避免？与其说我们去想贫民窟能不能避免，反而要搞清楚它为什么要成为贫民窟。这种鸽子笼式的高层住宅本来就是为了适应经济高速增长提供的一次性解决方案，因为当人口急剧下降，劳动人口急剧下降的时候，高层住宅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就是给大量的进城务工的贫困人口提供的窝棚。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人口的下降，这种高层住宅楼既没有居住价值，又没有交易价值，又没有维护价值，甚至是没有拆迁价值，不成为贫民窟又能成为什么呢？高层住宅的宿命是拆掉，那是不是意味着有很多人会因为拆迁发财？
我觉得我们先不要想发财的事情，因为拆不拆还两说呢。大部分鸽子笼式的住宅楼将来面临的是没有人拆以及没有钱拆，因为这样的高层住宅，我们刚才也说了，如果说要拆的话，就两种方式，一个是解剖式的拆，另一个就是爆破式的拆。不管是哪种拆的方式，这些人你往哪安排？多一点的公寓楼上面一栋就有300户，300户你怎么去统一意见？地方政府以及将来的开发商有没有钱去给他们安置？这都是大问题。不管是地方还是开发商，都不会愿意拿出这么大一部分钱来解决这个大难题。